在安第斯山脉的高处，拨开高山的云雾，你会发现一座让人难以置信的小镇——拉林科纳达。它并不是风景明信片上的雪山村落，而是世界最高的永久定居点，海拔5100米，常年冰雪覆盖，呼吸异常困难，空气氧含量低于全球大多数城市50%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里几乎不适合生存，长期停留意味着头痛、失眠、呼吸急促，甚至心肺功能衰竭。然而，超过7万人依然选择在这里生活、工作。这里有密集的铁棚屋依山而建，街道泥泞而拥挤，空气中弥漫着烟尘和垃圾的气味。远处，巨大的矿山像张开的黑洞，吞噬着一批批下井的工人。拉林科纳达吸引他们的原因只有一个：黄金。这里被称作黄金的边疆，这里的矿石的品级很高，每堆矿石可以出10到15克的黄金。矿工们相信，只要坚持下井，总有一天会挖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粒金沙。但黄金带来的并不只是财富的幻影，还有疾病、毒素和死亡。在这里，寿命被大幅缩短，许多矿工在35岁前就因心肺衰竭或汞中毒而倒下，平均寿命远低于秘鲁其他地区。这里的工资制度也近乎残酷，许多人要连续1个月无偿劳动，只为最后一天能带着自己的矿袋回家。而在黄金提炼的过程中，汞被大量使用，空气和水源因此充斥着毒素，带来震颤、失明、失语等可怕的后果。这里还是人口贩卖与犯罪之地，武装抢劫、绑架以及随处可见的尸体，贫民窟鳞次栉比，街道被污秽淹没，以及刺骨的寒冷。如果说海拔的缺氧让生命走向短暂，那么黄金的幻影则让他们无处可逃。对外人来说，拉林科纳达是人类挑战极限的禁地；对当地居民而言，这里是希望与绝望交织的归宿。本期我们将走进这个位于世界之巅的空中铁皮小镇，看看恶劣的自然环境如何压缩他们的寿命，矿工们怎样在赌博式的工资制度下徘徊在贫困与暴富之间，汞中毒和污染又如何蚕食他们的身体与家园。拉林科纳达的故事是黄金的故事，也是生命在极限中挣扎的真实写照。拉林科纳达位于秘鲁南部的安第斯山脉深处，靠近玻利维亚边境，坐落在海拔5100米的高地上。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永久定居点，没有之一。放眼望去，白雪皑皑的山峰环绕四周，空气稀薄得让人走几步就喘息不止。对于习惯于平原或低地生活的人来说，这里几乎是人类生存的边界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连呼吸都是一种负担。这里的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，外来者通常1-2天之内便会出现高原反应，头痛、眩晕、恶心、失眠，严重者甚至可能猝死。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居民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高海拔，但他们的寿命却被大大缩短。医学研究显示，拉林科纳达的最高寿命仅有50岁左右，比秘鲁全国平均水平低了近20年。这里没有城市应有的基础设施，缺乏供水系统，饮用水常常来自冰川融水或矿区的溪流，而这些水源早已被金矿开采所污染。没有完善的排污管道，生活垃圾和污水直接堆积在街道旁。由于常年低温，垃圾无法分解，逐渐堆积成恶臭的垃圾山。气候条件也极端严酷，拉林科纳达的年平均气温在0度左右，昼夜温差极大。白天阳光强烈，但空气依旧寒冷刺骨，夜里则寒风如刀。棚屋里的人们常常裹着几层破旧的棉被，仍瑟瑟发抖。厚重的积雪压在简陋的铁皮屋顶上，随时可能塌陷。地理环境的恶劣不仅体现在自然条件上，还体现在生活空间的局促。随着金矿吸引越来越多的移民，短短几十年间，拉林科纳达的人口膨胀到7万以上。然而，这座位于山腰的小镇并没有为如此庞大的人口做好准备。道路狭窄，房屋密集，空气中弥漫着煤烟、灰尘与焚烧垃圾的刺鼻气味。
整个小镇像是被压缩在冰雪与岩石之间的一个巨大贫民窟。对当地居民来说，适应高海拔生活是一场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验。这里的男人大多是矿工，他们每天要在稀薄的空气中背负工具和矿石，体力消耗远超常人。女人和孩子们也常常出现呼吸困难和营养不良的症状。婴儿的夭折率比低海拔地区高出数倍，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发育迟缓的问题。拉林科纳达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渺小与固执。人们明知这里的自然条件远远超出生命的承受极限，却依然选择留下，只因为山下那无形的黄金幻象。于是，在冰雪覆盖的高地上，一个由欲望与绝望交织的小镇生长出来，成为地球上最特殊也最令人心酸的人类聚居地之一。走进拉林科纳达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铁皮屋顶。这里与非洲米金哥岛类似，没有整齐划一的街道，也没有坚固的砖石建筑，大部分房子都是用木板、废弃的金属片和塑料布拼凑而成。这些临时搭建的棚屋紧紧挤在一起，顺着山坡一层层蔓延开去。由于缺乏规划，房屋之间狭窄的巷道泥泞不堪，雨雪过后更是寸步难行。这些简陋的铁棚屋几乎没有保温设施，夜晚气温降到零下10几度时，室内依然冷得让人难以入睡。居民只能依靠煤炉和篝火取暖，但煤烟和有毒气体又让空气变得更加污浊。房屋的屋顶常年被积雪覆盖，厚重的冰层压得铁皮嘎吱作响，随时可能坍塌。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人们必须忍受寒冷、潮湿和空气污染带来的多重威胁。在拉林科纳达，吃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。这里没有农田，极端的海拔和气候让蔬菜水果几乎无法生长。日常饮食主要依靠从低地运上来的高热量食物，比如土豆、米饭、方便面和罐头。由于运输困难，物资价格比平原地区高出许多，一些矿工只能用金粉换取最基本的口粮。新鲜的蔬果成了罕见的奢侈品，孩子们很少能见到一颗苹果或一把绿叶菜，营养不良因此十分普遍，尤其是在儿童和妇女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在街头，最常见的场景是女人们摆摊卖食物或日用品，她们用大锅煮着简单的汤和土豆，供矿工们在下井前或收工后购买。小孩们则在污水横流的街道上玩耍，他们的笑声掺杂在垃圾与煤烟的气味中，显得格外刺耳。由于缺乏排污系统，垃圾被随意丢弃，污水沿着山坡流淌，最终汇入冰川融水。疾病和细菌在这样的环境里滋生，让本已脆弱的居民健康更加雪上加霜。通往拉林科纳达的道路崎岖狭窄，常年积雪和泥石流让道路状况极差。卡车和摩托车是唯一的运输工具，外部世界与小镇之间的联系十分有限，物资供应常常中断。居民一旦需要医疗救助或购买稀缺物品，往往需要长途跋涉到山下城市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开销。街道两边既有摆满金饰的小店，也有破败不堪的铁皮棚屋。矿工们辛苦一生，却未必能拥有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金饰。富裕与贫困，奢华与困苦，在同一条街上交错出现，构成了拉林科纳达最鲜明的矛盾。黄金在这里闪耀，却无法改变多数人的困境。日复一日，居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，衣不御寒，食不果腹，住不安稳，行不顺畅。这4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，在拉林科纳达却成为难以解决的难题。正是这些困境揭开了小镇残酷的现实，即使脚下埋藏着无数黄金，生活依旧如冰雪般冷酷无情。在拉林科纳达，人们的青春和健康在稀薄的空气中被快速消耗，生命的长度远远短于山下的世界。高海拔的缺氧是夺走生命的第一道枷锁。这里空气稀薄，每一次呼吸都无法吸入足够的氧气。外来者往往在短短几小时内出现头痛、胸闷、
恶心的症状，这就是典型的高原反应。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居民，虽然逐渐适应，却依然避免不了慢性缺氧带来的损伤。医生们常常诊断出心脏扩大、血压升高、肺功能下降等问题。很多矿工年纪轻轻就不得不忍受持续的心悸与呼吸急促。30岁的胡安就是典型的例子。他来自秘鲁低地的一个小村庄，5年前来到拉林科纳达打工。最初几个月，眼中布满红血丝，这是典型的汞中毒的表现。他经常头痛到彻夜难眠，后来身体逐渐适应，但咳嗽与胸闷却一直伴随左右。如今，胡安常常在下井不到1个小时后就大口喘气，不得不停下来歇息。他苦笑着说，在这里感觉自己比在山下老得快。高原并不仅折磨着成年人，也让孩子们的成长蒙上阴影。医生报告显示，拉林科纳达的儿童普遍身材矮小，体重偏低，这是长期缺氧与营养不足造成的。很多婴儿出生时就带有先天性心脏缺陷，夭折率比低海拔地区高出数倍。年轻的母亲们常常忧心忡忡，他们明白在这片土地上，孩子的未来比别处更加脆弱。除了缺氧，寒冷与高压的环境也在无形中缩短着人们的寿命。白天的阳光再灿烂，也抵挡不住冰冷的空气，夜晚气温更是骤降到零下10几度。矿工们每天清晨走出铁皮屋，迎接他们的是刺骨的寒风和铺天盖地的灰尘。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下，呼吸道疾病频繁发生，咳嗽、肺炎、支气管炎几乎是这里每个家庭的常客。在拉林科纳达，死亡往往来得比想象中更快。矿工们的平均死亡年龄普遍在35岁上下，很多人在最该享受家庭温暖的年纪，已经因心肺衰竭或并发症离开人世。葬礼是小镇上常见的景象，人们在寒风中抬着棺材走过泥泞的街道，没有太多仪式，更多的是一种麻木和习惯。尽管如此，依然不断有人前来，原因只有一个：黄金。对外人来说，这是一座夺命的小镇，对那些贫困农民而言，这里却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可能。正是这种希望与绝望的交织，让拉林科纳达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。拉林科纳达之所以能在海拔5100米的极端环境下聚集数万人口，只因这座小镇拥有一个近乎疯狂的诱惑——黄金。这里被誉为黄金的边疆，吸引着来自秘鲁各地乃至玻利维亚的农民、工人和失业者，他们怀揣着抱负的梦想，涌向这片冰雪覆盖的土地，而这也是夺走生命的第2道枷锁。然而，黄金并非人人可得。拉林科纳达的矿山沿袭着一种特殊的用工制度，被称为 Casorio。在这种制度下，矿工需要连续工作30天，前29天无偿为矿主劳动，直到第30天，矿主才允许他们自由开采，将找到的矿石归为己有。这一天被称为希望日，也是矿工们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。理论上，这种制度让矿工有机会一夜之间致富，只要在那一天挖到足够多的金矿石，他们的收获可能比1个月的工资还要丰厚。但现实远比幻想残酷，大多数矿工在所谓的自由日两手空空，辛苦1个月，最终只能背着几块毫无价值的石头回家。真正能挖到金子的只是极少数人，而他们的运气往往也无法复制。这种近乎赌博式的制度，让拉林科纳达的矿工始终处在希望与绝望的拉扯中。有人用1个月的力气换来短暂的希望，却在下一轮的29天里继续消耗身体。矿工们每天都要在昏暗潮湿的矿井里劳作，空气浑浊，充满粉尘和有毒气体。下井作业常常超过10个小时，他们靠着微弱的灯光在岩石中寻找金线。矿井缺乏安全措施，塌方和窒息事故时有发生。工资问题使得生活更加拮据，大多数人没有固定收入，甚至要向商贩借钱维持生计，期待自由日的收获能偿还债务。然而，当运气没有眷顾他们时，债务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。
矿区周边的小商铺常年拥挤，矿工们用金粉支付食物和日用品，一个面包、一瓶水常常要用几粒金沙来换取。黄金成了这里的流通货币，却无法真正带来稳定的生活。黄金的幻象也深刻影响了家庭结构，许多矿工拖家带口来到这里，住在简陋的铁皮棚屋中，妻子们在街头贩卖食物或帮助男人清理矿石残渣，孩子们在泥泞的街道里玩耍。尽管生活艰难，但他们依然选择留下，因为黄金似乎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。然而，残酷的现实却让梦想一次次破碎。矿工们的身体被快速掏空，肺病、心脏病和汞中毒在群体中普遍存在。有人甚至在希望日那天因为过度劳累猝死。黄金带来的不是繁荣，而是持续的贫困与健康的流失。拉林科纳达的工资制度看似给了矿工希望，实际上却牢牢锁住了他们，因为只要还抱有一丝可能，他们就会继续留在这里，继续在矿井与冰雪之间挣扎。正是这份黄金幻梦，让无数人走进这片极限之地，又在这里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——健康与生命。在拉林科纳达，黄金不仅仅是从矿石中挖出来的，它还需要经过一道危险的提炼过程，而这道工序正是这里最可怕的隐形杀手——汞。为了从矿石中分离出细小的金粉，矿工们会在简陋的作坊里倒入大量的汞，金粉和汞混合后会形成一种银白色的汞旗。接着他们把这团汞旗放在火上加热，让汞蒸发，只留下金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汞变成了无形的气体，弥漫在空气中，被矿工和周围居民一口一口吸入肺中。这是一种缓慢而残酷的毒害。汞蒸气进入人体，会影响神经系统和内脏功能。最初的症状常常被忽视：手抖、头痛、失眠、口腔溃疡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病情会不断加重，出现记忆力减退、言语障碍、视力模糊，甚至四肢僵和失明。在拉林科纳达，颤抖的双手几乎是矿工们共同的特征，他们甚至无法稳稳端起一碗热汤。这种中毒不仅发生在矿工身上，提炼黄金的作坊常常就在居民区旁边，女人和孩子同样暴露在汞蒸气中。村庄里的空气充斥着刺鼻的气味，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智力和发育迟缓的症状。医生们指出，长期低剂量的汞暴露会对儿童的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如果说汞蒸气是空气中的隐形杀手，那么汞废液则是大地上的毒药。处理黄金时产生的废液未经任何处理，直接被排入小溪和冰川融水中。这些水原本是居民饮用和生活的主要水源，如今却成了带毒的液体。动物和家畜饮用后出现死亡，居民长期饮用后则面临慢性中毒。拉林科纳达周边的水系已经被严重污染，部分区域的汞含量远超国际安全标准。这种环境危机不仅威胁当地居民，也在悄然向下游扩散。冰川融水最终流入更大的水系，影响到更广阔的地区。科学家们担心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整个安第斯山脉下游的生态和人类社区都会受到不可逆转的打击。然而，对矿工们来说，汞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工具。没有汞，他们很难在简陋的条件下提炼黄金。即便知道它有毒，他们依旧选择继续使用，因为黄金是他们唯一的生计。政府虽然多次试图引入更安全的技术，但由于监管缺失和高昂的成本，这些方案始终难以普及。汞中毒的症状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成为小镇的一部分。矿工们把双手的颤抖当作常态，把咳嗽、头痛和失眠当作日常，直到某一天，当他们再也无法下井或提起铁锤时，才不得不面对身体早已被毒素侵蚀殆尽的事实。在拉林科纳达，黄金是财富的象征，却也是毒药的代名词。每一块被提炼出的金子背后，都隐藏着看不见的代价。空气中弥漫的汞蒸气，被污染的河流，逐渐崩坏的身体。对这里的居民而言，
黄金并没有带来解脱，反而成了套在生命上的枷锁。在拉林科纳达，每一个家庭都背负着沉重的矛盾。一方面，他们渴望摆脱贫困，借助黄金的机会改变命运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清楚这片土地意味着疾病、短寿和无法预知的危险。矿工是家庭的支柱，但他们的劳动极少转化为稳定的收入。长时间的无偿劳动和赌博般的 casurio 制度，让许多人常常空手而归。于是，妻子和孩子不得不分担家庭的责任。女人们在街头摆摊，贩卖食物、衣物或收购金粉残渣。一些年轻女孩进入非正规的小作坊，帮工人们筛选矿石。孩子们则在很小的年纪就开始跟随父亲下井，学习用锤子敲击石块，用筛子淘洗金沙。教育在这里往往被迫让位于生计。然而，即使如此艰难，家庭成员之间依然互相支撑。许多父母心里最大的愿望是把孩子送到山下的城市接受教育，远离高海拔与矿井的危险。但理想往往与现实相悖，大多数家庭并没有足够的积蓄来支付学费和住宿费用，孩子最终还是留在小镇，重复着父辈的生活。矛盾的心态在小镇弥漫，有人梦想着一夜暴富，从此告别这里；有人却因为债务、疾病和责任，被牢牢困在这片土地上。黄金像是一种虚幻的假象，给予他们希望，却又一次次让他们失望。但在绝望与困境中，人们依然保持着某种顽强的乐观。拉林科纳达的家庭像这片高地上的铁皮屋一样，脆弱却坚韧。黄金没有带来富足，却让人们不断怀抱希望。哪怕生命被缩短，哪怕疾病缠身，他们依旧相信，也许明天就能在矿石中找到那颗能改变命运的金沙。黄金支撑着拉林科纳达小镇的存在，也塑造了这里居民的命运。纵观全球，黄金的价值在过去几十年间却不断攀升，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上最稳定、最受追捧的资产之一。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，自2000年以来，国际黄金价格经历了持续上涨，从每盎司不到300美元一路攀升至如今超过1900美元，到如今更是涨到3800美元。这一走势意味着全球投资者在银行与交易所中稳稳获利，而位于海拔5100米的小镇矿工却依旧生活在贫困与危险中。他们用生命换来的金沙，最终流入世界市场，被打造为精美的首饰、储备的金条，或成为股市与金融博弈的工具。这种反差构成了最大的讽刺。黄金在全球被视为财富与安全的象征，而在拉林科纳达，它却意味着疾病与早逝。矿工们眼中闪烁的不是金子的光芒，而是煤油灯下的灰尘与血汗。他们的身体随着每一次下井而透支，他们的寿命随着每一次汞的蒸发而缩短。拉林科纳达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全球化的财富分配极度不均。在金融市场里，黄金被包装为投资组合中的避风港，而在秘鲁的高地，黄金是矿工们不得不赌上的一切。财富在跨越大洋的流通中不断累积，而代价却沉淀在这片海拔5100米的冰雪土地上。现在矿工们仍旧背着沉重的工具走向矿井，他们的希望与绝望同样深埋在这片冻土之中。或许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挖到足以让他们离开这里的金子，而更多的人最终会在这片雪山下留下自己的骨灰。黄金的价值在全球市场上不断攀升，但在拉林科纳达，它映照出的却是人类欲望与生命脆弱的真实交织。财富的光芒越耀眼，映衬出的阴影就越深重。这就是拉林科纳达的真相：一个用生命丈量黄金的小镇，一个在冰雪与毒药中挣扎的人类边界。黄金背后的故事，不只是价格曲线的上扬，更是数万条被缩短的生命轨迹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。